抗戰時期，為什麼鬼子怕老八路卻不怕土八路？首先得說清楚，不管是老八路還是土八路，那都是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装。老八路指的是115師、120師和129師3個師的正規軍，軍帽軍服整齊劃一，手裡的武器也相對齊全。而土八路呢，是地方武装，像县大队、区中队、区小队这些，很多人连軍裝都混不上，武器更是五花八门，大刀、长矛、鋤头、粪叉是家常便饭，槍少得可怜，机槍想都別想。他們主要是脫產民兵編成的，任務也就是保衛鄉里、剿匪反特、鞏固地方政權，幹的不是高強度作戰的活。日軍很快也摸清了这两拨人的底細，掃蕩時一看对面連軍服都不統一，槍聲稀稀拉拉，就知道是土八路，膽子立馬壯了。可要是發現對方軍容整齊，輕重機槍、掷彈筒響成一片，心裡就咯噔一下，老八路來了。這仗怕是凶多吉少。到了抗戰中期，日軍戰線越拉越長，兵力捉襟見肘，華北地區平均1平方公里才1個兵，只能把主力縮在城鎮和交通線上，平時出來掃蕩的大多也就1個中隊，對付土八路綽綽有餘。而八路軍也經常派出正規部隊深入敵後，搞反掃蕩，規模不大，通常營連單位，人多了反而累赘，小股精幹部隊最靈活。我們來对比雙方的武器配置，日軍一個步兵中隊滿編近200人，到中期兵力不足，也就160人上下。火力配置6挺歪把子輕機槍、6具掷彈筒，還有2挺92式重機槍。不過鬼子掃蕩講究輕裝偷襲，帶的彈藥不多，持續作戰能力有限。再看老八路，一個步兵連百10號人輕機槍也就2、3挺，多是捷克式，偶爾有一具掷彈筒步槍，更是杂牌軍，汉陽造、中正式，38大蓋混着用，一個連硬抗日軍一個中隊那是白給，要一個營上300到400人，近10挺輕機槍，幾具掷彈筒，外加1、2挺重機槍。土八路呢，縣大隊的人數倒不少，幾百號人，但訓練差，素質低，武器以冷兵器為主，步槍多是主力淘汰下來的，膛線都磨平了，子彈金貴得很，重機槍就別指望了，輕機槍或許有幾挺，還是歪把子這種主力看不上的貨色，好槍如捷克式要上交，這麼一比就清楚了。日軍一個中隊掃蕩，要是碰上八路軍一個營伏擊，那真是凶多吉少。提前埋伏好，先敲掉機槍手、掷彈筒兵和指揮官，利用人數和火力優勢，重創鬼子不是夢，就看能跑掉幾個。但要是遭遇戰，鬼子有了防備，火力全開，憑軍事素質硬扛，雙方大概率2敗俱傷。換成縣大隊呢，就算提前埋伏，也很難重創鬼子，裝備差距太大，人員素質也跟不上。鬼子被伏擊後能迅速反擊，火力壓制，縣大隊能做的就是层層阻擊，延緩鬼子推進，掩護鄉親們轉移，這已經是了不起的貢獻了。